第一集：各怀心思的启航。西元1895年，中日甲午战争后，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。这不但开启了台湾史新的一页，也让世居此地的原住民族群再次面对全新的外来政权。对日本政府来说，明治维新以来，接连向外扩张领土，这次更从中国接收了台湾、澎湖为新领地。在初期以武力弭平汉人反抗后，接着便采取怀柔手段，拉拢地方士绅阶层，以达到统治目的。至于当时居住在盐山以内的原住民族，由于部落状况难以掌握，且为了防止他们与平地汉人串联，因此采取消极的绥抚策略，借由福垦署的设置，执行抚育与辅导生产的相关事务，包括山林开垦与樟脑制造等。此外，为了让原住民族进一步接受帝国文明洗礼，服膺日本政府统治，1897年8月，总督府民政局在埔里设福垦署署长长野义虎建议下，选派了卢凯、布农、泰雅、邹等4族计10位原住民赴日观光，包括来自芒仔社（今高雄市茂林区）的卢凯族22岁土木妈祖、知母劳社（今嘉义县阿里山乡）的邹族46岁总土木汪怒和36岁副土木摩欧，还有来自宜亨社（今桃园市复兴区）的泰雅族46岁前山番总头目傣木米散和哈布恩社28岁的保乌农密。另外，尚有文文社（今南投县信义乡）的布农族土木3位，简大番社（今南投县仁爱乡）土木老大1位和楼昂社土木1位。赴日期间前后参访长崎、门司、余品、神户、名古屋、东京、横须贺、大阪等地，除了见识到日本人的传统生活与现代化工商业外，也参观学校、军事设施，涉及演训，同时也在燕根见到了天皇，前后行程共29日。以下我们将循着当时原住民的步履，回溯此一前所未有的旅行。尽管这是殖民者的刻意安排，但是双方各取所需。在番人观光日志里，除了彼此互动与应对的言行记录外，其实还可以感受到一种未被具体呈现，却存在于原住民内心的疑问：我们跟他们将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各位，你们将要搭乘大船，跨越博斗汹涌的大海，到我大日本帝国去。我非常佩服大家的勇气，愿意接受这第一次的邀请。8月2日，来自台湾各地的原住民赴日观光团，在出发前夕来到设于原清代布政使司衙门的台湾总督府。当时总督乃木希典刚好返回东京述职，代理总督职务的是军务局长利见上文。此时正由他在总督府内向全体人员进行行前训示，并提醒应注意事项。各位在游览内地时，如果经过村落，可以多多了解当地农业耕作情形。到了商业区，也务必看看市集上生意繁荣的形象。参观各处工厂时，应该留意观察那里的机器，以及他们运转利用的方法。到军队场馆，这要特别注意他们纪律严整的操练军训。利见总督代理的发言，犹如颁布此次观光的指导纲领。只是接下来话锋一转，你们跟我们日本人其实拥有共同的祖先，我们实在不该起政策的。看看各位的外貌、骨骼和气色，都跟我们很相像，因此大家要好好思考，也要好好观察。你们的头是最该珍惜的东西，你怎么想，别人就怎么想。如果因为出草砍人人头而砍到愉快的话，就是违反典礼人道，所以我们应该禁止这样不好的行为。你们只要热忱地观察内地，从中学到东西，并努力遵循典礼人道，神明就会增加对你们的祝福，让你们居住的山里和我国一样繁荣。在这
先祝福各位这行收获满满。第二天，原住民观光团一行来到位于大稻埕南侧的台北火车码头，准备搭车前往基隆，并于基隆港搭乘釜山丸东渡日本。在码头上，恰巧碰到为欢送总督府民政局山口前财政部长所安排的音乐队演奏，这不仅让他们有点讶异，也不自觉感到此行有些气派。尤其是再次听到昨晚参会时演奏的同一首进行曲，节奏勇猛刚强，感觉非常开心。但是就在大家陶醉于乐队的演奏时，后面却发生了一个小小骚动。两位原住民正在争吵。你走练市里呢，竟然可以说没看过比你们阿里山还要高的山。要知道，我们的拉会啊才是真正最高的，你的阿里山哦，还躲在他的后面，小小的。你没看过就不要乱讲。我们阿里山是跳出来的地方，你如果去看看那山头上面溜了了，就会相信我说的话。两个人的争执从昨晚吃饭喝酒时一直吵到现在。正当两人声调越拉越高时，忽然火车汽笛声响，日本官员连忙招呼大家上车，双方才停止争执，跟着大伙上了车。火车启动后，速度逐渐加快，大家在依依不舍的心情下，不断回头探出窗外，望着那还在月台上演奏的乐队，雄壮的乐音声渐渐消逝。火车一路前进，行经细致，过了八堵，穿越狮球岭隧道后，不久就到达基隆了。车子在基隆火车码头停靠，下车后，在日人引导下，他们走进了基隆港码头。眼前一艘巨大的轮船停在岸边，原住民们露出惊讶的眼神，他们不断地在四周打量这艘巨大的铁制家屋。这么大的家屋要从哪里进去？里面可以住多少人？你们看，人都跑到屋顶上了，上面还有大管子在冒烟呢。是啊，这就是我们要坐的船吗？你看，很多人都从那边楼梯往上爬嘞。办完登船手续后，他们跟着日本官员上了船，从甲板上居高临下，眺望基隆港内外，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景象。不久，汽笛响起，大船启动，往北向外海驶出。大伙们靠在船边栏杆，看着逐渐远去的基隆港湾与陆地的身影。哎，这艘船怎么知道在海里有路，并往前移动呢？船的底处都是海水，我们到底要去哪里？周围都没有看到有人在划桨呢。这个船到底是怎么往前移动的？这船是靠机械动力运船的，船下有一个螺旋桨，它的动力来自于煤炭燃烧产生的动能。当陆地的影像越来越模糊，而最后消失不见时，天已经黑了，一行人带着疲累各自睡了。第二天，远方海平面曙光初露，陆续清醒的原住民们惊觉到整艘船已处在一片茫茫大海中。大伙们有点困惑地围着带队日本官员不断询问：你们现在在哪里嘞？你们会被带到哪里去？我们的家现在是在哪一边呢？是啊，船都已经跑1个晚上了，日本什么时候会到呢？我们以后到底要怎么回家？你们的家是在船尾的那一头，目前已经看不到了。而船的前方正是开往日本的水路，再过2天后，我们就会到了。